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本期视频大家一定期待很久了吧？说实话，在上期的长码视频结束后的第一天，正正就已经把本期视频的文案敲打好了。那为啥拖到今天才做呢？因为首先是特雷弗的作品讲一个少一个，讲完了大家不就没得看了是吗？另外就是我在做视频的时候，其实下期已经在准备当中了。比如你正在看本期视频，其实我的下期视频已经开始制作了，所以先和广大粉丝说声抱歉。那废话不多说，说起羔羊，对特雷弗陌生的朋友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沉默的羔羊》。这部电影恐怖之处不在于剥皮吃人，最可怕的却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但是今天正正并不是要跟大家探讨什么人生哲理，而是要讲一个神秘的生物，一种渴望吃人肉的羊。让人更惊讶的是，它竟然跟某个 ACP 项目有着微妙的关系。看吧，我就说特雷弗早晚有一天会和 ACP 基金会联动的呢。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长按点赞3秒钟，和正正一起来看看这个羔羊究竟是何方神圣吧。这个羔羊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小肥羊，虽然也是一种四足动物，但它的腿像面条一样从身体上垂下来，大多数的时候它会像暗影锦鲤头一样漂浮在空中。羔羊的身体是由某种肉质组成的，其中缠绕着类似于静脉的绳子，它的头部有一个黑色的大洞，但目前还未知这个洞到底是眼睛还是嘴巴，又或者是其他器官。其实它这么看上去也并不是什么猎奇的生物了，但是这个羔羊可不是什么吃素的小绵羊了，它可以造成大规模的精神损伤。如果你不小心碰到它，不要想着与之抗衡，因为这是个形而上的实体，所以子弹什么的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它使你血液凝结或者重力逆转之前，赶紧跑就对了。然而羔羊被认为和特雷弗创造的另外一个生物很相似，名字叫做小黄金，它还被认为是羔羊的少年版本。小黄金是一个被动多肉的四足生物，头部很长，呈椭圆形，它的眼睛很奇怪，一只很大，另外一只却很小，形状怪异。它的皮肤似乎具有一块肉的质地。从该生物的左侧看，它看起来比一罐花生酱还小，但其实它很被动的，喜欢吃饼干。它的腿虽然短小，但可以四处走动。小黄金很容易被驯服，可能多给些饼干就可以成为朋友。然而羔羊可没有这么友好，它并不喜欢饼干，而是渴望人肉。小黄金跟羔羊这两种生物虽然形态上不同，但是都是由肉组成的。那这些肉的源头又是来自哪里呢？实际上，从特雷弗公开的这张名为家谱的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查理身上的肉块脱落，长成了小黄金的实体，然后要么长成黑暗版本，要么在一股神秘的力量诅咒之下变得有敌意，演变成了羔羊。那么大查理又是啥？这个源头生物岂不是比羔羊更加厉害吗？其实大查理也是出自特雷弗之手，它是一个大型哺乳动物，可能是某种牛与鸡的结合体。它的尖嘴像喙一样凸起，大查理骨瘦如柴，甚至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它后背突出的脊骨。它还有浓密的黑鬃毛，从头部一直延伸到背后，眼睛似乎是灰蒙蒙的，可能意味着大查理没有视力。与身体相比，它的腿很长，看上去不能支撑自己的体重。在开头正正提到羔羊与某个 ACP 项目有微妙的关系，其实就是这个大查理了。有些网友发现，在 ACP 基金会中，它也被称为 ACP4158的大查理大牛。有一些理论认为，大查理是某个残酷实验中的结果，其中涉及一头基因被改变的小牛逃脱事件。根据 ACP 基金会记录， ACP4158是 Euclid 级的收容物，于2004年的12月16日早晨，在印第安纳州的克鲁德森被发现。动物控制中心接到许多居民的电话，报告称有一条大型母牛在17号高速公路上徘徊。2名动物控制人员立刻前去调查此事。在发现 ACP4158踪迹后，动物控制人员于9点39分联系了当地警察局，一家基金会工厂与 Site 64站点联系，派遣收容专家进行运输，并对动物控制人员进行了 A 级记忆删除，并结案称当场宰杀了这头牛。被收容的 ACP4158是类似于牛的生物，身高为3.4米，长5米，它的皮肤很薄，看起来几乎是透明的，很容易撕裂。ACP4158是部分失明的，头部呈球根状，其特征不同于理论上与之相关的牛，它都不会产生粪便。但是 ACP4158是有知觉的，性格温顺，很服从。在基金会工作人员进行喂食或者清洁其房间的时候， ACP4158无视了它们的存在，它的体积跟重量一直都在不停的增长，因此必须每周清洁多余的重量。然而测试表明，限制 ACP4158的饮食并不会限制其成长。ACP 基金会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实验，证明从 ACP4158中移出的任何肉类都不会表现出相同的持续增长。ACP4158产生的肉并没有什么异常特性。尽管如此，为了以防万一，所获得的肉必须进行焚烧处理。相反，当 ACP4158没有被清除多余的重量时，新的特征就会开始形成，包括四肢、生殖器以及在极少数情况下
的内脏器官，外部生长的解剖结构和位置似乎是随机的。在基金会决定停止其生长之前 ，SCP-4158 最大的时候能够长成高8.5米、长9.8米，有7条腿、4个肚子、2根阴茎、5个睾丸和3条舌头。当 SCP-4158 开始显示出神经组织生成的迹象后，测试被终止。目前 SCP-4158 被收容在 Site-64中间收容区域内的8米乘以10米的牢房当中，除非进行测试，否则 SCP-4158 将被减去多余的部分，并且每周清洁一次其细胞。在剪切 SCP-4158 之前和之后，都要对其进行 X 光检查，所有产生的肉将被焚化。SCP-4158 主要被喂食生牛肉、干草、木头和砖头。基金会工作人员必须每天对 SCP-4158 进行至少3次的检查，但没有必要进行持续监控。如果无法控制质量增长，则需要重新评估 SCP 对象的类别。其实，在 SCP-4158 被收容运送期间，它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收容专家以屠夫街区的名义，将 SCP-4158 的起源追踪到一间屠宰场，在那里发现了一名员工和经理。基金会当场将其拘留，而另外一名员工当时患病，并不在场。后来在他的住所被抓捕，3人被带到 Site-64进行询问。根据3人的采访记录，经理当年以1头牛的价格买下了怀孕的母牛。有一天，他生下了这个大查理。奇怪的是，并不像普通的牛，大查理是直接穿过母牛的胸口，一动不动，看起来很恶心，还以为它死了，就把它拖了出去。但没想到第2天醒了过来，试图进入了农场。屠宰场的经理和员工们一致认为可以把它售卖出去，做某些生物科学研究之类的，但刊登了广告也无人问津。权衡一番后，员工们认为放回野外可能会破坏生态系统，但留着养也是浪费，于是拿起了屠宰枪。但没想到的是，扣动扳机后只听到了噪音，大查理毫发无伤，于是他们选择割下了他所有的肉，只剩了个骨架。奇怪的是，大查理一点血都没有流，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几天后，他就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于是员工们把大查理的肉与其他食物放在一起包装，避开人们的注意。一头牛只要吃掉前面的任何东西，包括干草、木头、砖头，就会产生无限量的肉。那这岂不就是摇钱树了吗？然而大查理逃脱的原因未知，当年出售给经理帮助生下大查理那头母牛的神秘男子身份也仍然未知。好了，本期视频介绍了羔羊、小黄金、SCP-4158、大查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小黄金还挺可爱的，脑袋摇来摇去，爱吃小饼干。正觉得它和长马可以搞一个组合，虽然外形都让人害怕，但都能感知危险，警告人类，挽救生命。而 SCP-4158 大查理就像是个无限牛肉机器，虽然外形还是像牛鸡的结合体，说不定这个牛肉还会有鸡肉的味道呢。想想还是有点鬼畜的。那关于 SCP-4158 大查理大牛与特雷弗创造的大查理究竟是不是梦幻联动，我们也是无从得知的，因为描述其实有点不一样，但是长得也都差不多了，而且名字里都带有查理。如果有小伙伴知道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解释一下他们两者的关系。其实不管是特雷弗创作的作品，还是 SCP 基金会收录的作品，好的作品本质上来说都是描绘了人的精神世界。那么你们喜欢这些特雷弗创造的生物吗？又或者 SCP 更帅一些呢？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跟分享。我是正正，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